检查过周围安全后，我和春风一边闲聊一边忙活着，让小五花自由活动了。有蛇过来了！扇子，小心！此时，我抱着哆嗦的小五花，看着眼前这位生猛的巴蜀女人，像个战神一样抡着蛇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害怕谁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蛇头烂了，蛇鳞掉了，最后春风也脱力了，可还是死死抓住蛇尾，不敢撒手，直到我把死蛇从他手中取下，春风才清醒过来。啊，婶子，春风，你可真猛啊！蛇死了，这里不敢继续待下去。我把死蛇放进背篓，抱着下软腿的小五花，再牵上脱力的春风，两人赶紧往家里赶去。娘，你捡个木耳，怎么脸色这样难看？我的妈，这么大的蛇！娘，你们在哪儿抓到的？快把它拿走，我再也不想看见它。大柱哥，那蛇要咬身子，我急了，抓住尾巴就摔死了它，吓死我了！好了，不哭了。没过多久，全家人都陆续回来了。听了我的讲述后，大家既夸赞了小五花的机灵，同时也对春凤刮目相看，搞得春凤害羞的连连往大柱怀里钻。随后，小满爷用刀剥下蛇皮，然后小心地取出里面的蛇胆。阿瑞，这是好东西，你赶快吞了。我不敢吃，叔爷，你让小满吃吧。傻子，这是好东西，才给你吃，快闭上眼睛，一口就吞下去。长庚伯，二瑞不敢吃就算了，还是给大柱、小满分着吃吧。小满也不吃，让给了徐大柱。徐大柱没有拒绝，接过蛇胆就一口吞了，随后让春凤端来凉水，喝了一口送进去。一阵搬柴搭灶，院里架起锅，煮沸的蛇汤开始冒着热气，特殊鲜味也在院里弥漫。夜晚天气凉爽，两家人围着火堆吃蛇汤，格外惬意。在众人的欢声笑语里，小野猪正屁颠屁颠地围着人转。养大半个月的小野猪跟人混熟后，胆子也大了。在这没有猫狗的山上，有这样一个活宝逗逗乐子，也挺有趣的。以后就叫它佩奇吧，还是别叫五花肉了，不然总惦记着吃肉。江奶奶，什么是佩奇呀？佩奇啊，它是一只爱踩泥坑的小猪。从前，在一座山上生活着小猪一家。山坡上的苞米终于是开始收获了。经历过暴雨、兔口还有野猪的糟蹋，剩下的苞米杆东一颗西一颗，像收剩下的边角料。不过花了一天时间，零零散散回收下来，也够让大家开心好一阵了。晚上月色明亮，两家人坐一起剥棉桃、剥苞米棒，唠家常。今天小满又去看村里情况，发现这2天新来的伤员特别多，提着药汤，身上带着血迹的杂工来去匆匆，医官的怒骂声此起彼伏，看来外面的战事依旧焦灼。收完苞米，趁有一些空档，小满爷就准备在秋雨到来前加盖一间屋子。春凤回来，崖下的炭棚就不够住了，于是刚刚空闲下来的众人又开始满山搜寻材料。山上的人在忙碌着，村里那些医棚里也在忙，伤员增加，医棚里急需各种救命的药材。本以为山上的生活会平静地过下去，没想到因为这些药材，即将迎来一场血光之灾。徐家村的医棚里，伤员在增加，药材却在减少。许医官手中没药，只能把大黄泡水给伤员喝，结果又喝得呕吐不止。眼看着医棚里的环境越发糟糕了。老许，现在没有药，你就不能用其他顶替一下？张镇长，你不拿药来，徐某也无可奈何。那你就不能到山上去找吗？我是郎中，不是药农，只认识医馆里的药材，不认识山上的。许东，要是伤患出事，你我都要被砍头。你不想活，我还想活。放手，你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说。我背过药经，你让那些流民去找回来，我就能认出对错。你们之中谁施的药材？
张军头，小人识得一些。李老师，你是真认的，还是想多骗一个饼？说假话是要挨打的。小人是真认的，以前经常挖药换钱，只要军头多赏我几个饼就好。那你快去。李老师没出村，在某户人家的残墙边采了一把鱼腥草和石菖蒲，就回去交差了。徐医官，您瞧瞧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挖到的。是鱼腥草和石菖蒲，正好能压住伤口的红肿热痛。就是生长期不足3年，药效会打折扣。哎，罢了，有总比没有强。就这点玩意儿也想换白面饼子？去，再多弄点回来。是，我这就去。李老师为了换饼，不得不壮着胆子来到村外，没想到还真给他找到了一种药，匆匆采了一大把，他就立马赶回去讨赏了。许东不是说采药很难吗？莫不是这李老师在诓我？老许，你自己来看看这草能不能用。此草名木贼，主木疾，退一魔。说人话。这草叫木贼，晒干切成小段就可以入药。那就行。李老师，你去领2个饼。谢谢军头。周围的流民看到李老师领赏，也开始现学现卖找草药换饼。一时间，徐家村周围的草药被扯得根须尽湿。这些不行，得打理干净。还有你们这一堆，好像不对。你这个郎中会不会认药啊？闭嘴！许医官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再吵就滚出村子。唉，这村子周围的草药都被薅光了，还能去哪儿找啊？算了，不给粮食我就不干活，这样也不吃亏。你也赶紧给老子干活去，不找够1袋药不许回来。是。徐家村里一片混乱，但山上的生活却依然平静安稳。巧云这几个月都在跟小满奶学纺线织布，除了小彩霞身上的衣服，她又织成了一匹葛布，说要给我做新衣服。正好这匹布要染色，小满奶经验丰富，我把她叫来请教了一番。唉，可惜我那些染膏子，这2年来没染布就丢了。我知道小满奶是委婉说法，染膏其实没丢，是卖了给徐大柱看病去了。但目前也用不到染膏，那太麻烦了。我想试试现代博主们的古法植物染色，就图个方便快捷。这种做法十分简单，就是将所需颜色的植物放在水里煮出底色，再把布料放入40度汤水里浸泡片刻，取出后又在明矾为媒介的固色剂中再次浸泡。所需布料颜色深浅，就是由浸泡次数和时长来决定的。小满奶卖了染膏，但明矾却留了一小包，现在正好用上。看着很快染上色的布料，小满奶很是惊喜。这样的颜色虽然不耐晒洗，但确实方便很多。二瑞娘，你说以后用这法子染其他颜色也可以吗？是啊，用拉拉秧染红色，用红薯叶染石疟色，用栀子花染黄，还可以用石榴皮和核桃青皮染黑色。那这样就能染些彩色棉线，用彩线织出的布料也更加漂亮了。是的，伯娘，我都没想到这层，以后让春凤和巧云他们多琢磨琢磨。大柱之前也说要学，若他们夫妻掌握了这门手艺，以后就不愁吃穿了。二瑞娘，以后大柱夫妻欠你一辈子的情。伯娘，你可千万别谢，我只是随口说说，怎么做，能不能做，还得大柱2口子自己辛苦去。娘说的方法我也一样能学，以后就可以给自己和小彩霞织布做漂亮衣服了。染好布的第2天，小满家就动工建房，两家人聚在一起，先垫一圈石角，再用草金泥砌墙。这间房是给徐大柱用的，所以我建议铺成木地板，这样不会受凉。半天时间过去，半人高的墙就垒好了，进展很顺利。妮妮也和小野猪在院里疯跑，玩得很是开心。而此时，山下的李老师正头痛心烦，现在不管他采什么草药，后面都跟着一群流民效仿，村子周围被拔得寸草不留。张军头也气急败坏，对李老师下了最后通牒，再没有药就施军棍。没办法，李老师只能趁天还没亮就偷摸往山上爬去。这一次，在他身后只跟了3个人。徐家村的山丛林密布，沟壑纵横，自从被大火烧过后，就显得死气沉沉，如同生死两界。李老师也是想将身后的人吓回去，但是没想到越走越远，直到夕阳西下，几个人才发现迷路了。李老师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
以后一起采药，你只需要动动嘴，我们几个来动手，到时候粮食4人均分。谁稀罕你们帮忙？我自己能采。李老师，你不答应就大家都别走，看张军头会不会罚你。好说好说，以后我们就一起合作。走，现在找路下山去。此时白天阳光的热气已经退去，只留下林里冒出来的阴寒。4人拖着疲倦的身体登上附近山头远眺，这一看不要紧，几人都呆住了。哎呀，没想到这林子还有庄稼地呢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们割些高粱，刨些红薯回去。你们傻，这一看就是有人种的，这里肯定有人家。你们快看那边！有人在生火，今天能好好吃一顿了。是啊是啊，总算能吃顿饱饭了。这是燕子搭桥，以前的老人说，看见燕子搭桥是要出事的。那边恐怕不是什么好人家，我们还是赶快走吧。走什么走？你不想吃顿好的吗？也是，说不定是我自己吓自己。不管了，还是填饱肚子最重要。走，这边没路，我们从林子里绕过去。不绕，就这样直接下去。我等会儿要吃5碗饭，白米饭。对，煮一锅，再杀鸡吃。快，吃完我们就去那边看看。这边几个人吃得狼吞虎咽，那边的老云崖下，小满和二瑞在给新房的房顶盖草，我和春凤也在灶间忙活，准备着2家人的晚饭。巧云抱着孩子在院外来回走着，哄他睡觉。娘，二瑞，有人踩套子，在哪里？看老子砍死他！二瑞，别和那些人废话，直接带回来。你们快救我呀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走到这来了？我们是上山采药的，看到这有人家，想过来讨口水喝。不行，我爷会不高兴的。有客人来，你家长辈没教你接人待物吗？我又不认识你们，而且你们人多，我家板凳碗筷都不够。我们就4人，不多。快把绳子放下来，就去你家。不许跟这些外人说话。哥，他们一共4人，还想到我们家喝水吃饭，我没答应。我娘说别废话。好。娘还说打不过就带回去。还想跑？爷爷们饶命啊！我也是被逼着来采药的。闭嘴！谁叫你起坏心思偷摸进林子的？孩子们，别管了，反正都不是好人，就这样丢着吧。对不住各位，山上吃的草根树皮待不了客。爷，你小心点。爷，怎么不直接？住嘴！回去有话给你说。大哥，江婶子，我和二瑞哥绑结实了，他们肯定逃不了。大家累一天了，还是先吃饭吧。匆匆忙忙填饱肚子，大家又聚在一起商讨这几个流民的事。刚才为啥打人？为什么不听二瑞把话说完？我听到二瑞哥说别废话，就以为是要动手。你马上16岁了，这毛毛躁躁的性子什么时候才能改？哥，你看，我不是轻松把那几人收拾了吗？都不用你们动手。你不听话还有理了？你要是出事，我们怎么办？我错了，以后一定稳重。原世界里的小满也是因为性格鲁莽才导致的悲惨结局，看来以后还是要多教导才行。小满，你去把李老师遮了眼带过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很快，李老师就被蒙着眼睛带进屋里。我细问了徐家村的情况，他就把上山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全都道了出来。我这才知道一鹏的严峻情况，看来下山是迟早的事。趁着一鹏需要人采药，这是个机会。哎呦，什么东西？走开，快走开！小满，先把他带下去吧。明天就得把这些人放走，不能引来一鹏的敌意。婶子，不将这些人留下做劳工吗？这些人是给一鹏采药的，一夜没有回去，官兵肯定会知道，最多3日他们就会寻上来，到时候就麻烦了。二瑞娘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4人放了。不，先扣留1晚，等明天早上再放走。
这样能给一鹏带去我们有药的消息。行，都听你的。事情暂时就这样定下来，担心出什么意外。这一晚我们没有回崖上，直接就在小满家住下了。咦，哪里来的碎银？原来如此。难道你也喜欢银钱味儿？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把几个流民放下山后，我就让二瑞、小满还有春凤和巧云他们带着2个孩子收拾包袱，去找个新的藏身之处。因为一鹏势必会来人，但不知道是善是恶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，2家都要留下血脉。于是这一天都在忙碌的搬粮食，准备干粮。小满负责在山上视野开阔处观察情况，直到第2天中午，山腰处终于出现一行人。这肯定是江婶子说的，一鹏来人了。老赵，这是你家吗？可以喝点水不？请进。老赵，这是什么茶？山里人家哪有茶喝，只是随便煮了一些消暑的草药。是银花和槐花。的确是，许医官是有真本事的人。老赵，你会采药，能不能把家里的其他药拿出来看看？许医官，这就是我们平时扯的草药，你看有哪些需要的？等等，赵营长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许医官，这周围一圈都查过，只有2个老人，1个病人，还有这个妇人。没想到来的就是医官，看来缺药已经非常紧迫了，这是好事。再来1碗茶。昨天那2个年轻人在什么地方？在山上采药呢，被你们这群人吓得都不敢回来了。许医官，我们都是农户，只想种地谋生。你们拿点草药不打紧，但就怕以后这里不得清静了，我们还得搬家。老丈放心，在这住着吧。纣王鼓励耕种，以后世道会越来越好的。那就太好了。许医官，药装好了。我把各种药取出来，给许医官一一指认，并且特意多放了些活血化瘀的药材，看得出来他十分满意。于是小满爷又趁机提出山上粮食紧缺，希望用药换粮换油。许医官答应了。第2天，我就和小满爷下山去取交换的物资，时隔半年再进村子，仿佛是隔世。这是徐根宝家，当年他家的木粮还是我跟他爷上山扛下来的，唉，可惜了。老丈，你们可算来了！老丈，你们可算来了！老人家，多谢你们的药材。还是君爷宽宏大量，不计较老头子的势力，这叫不打不相识。老人家，你们在山上住着，若是方便，以后就多送药材下来。行，只要君爷看得起，我们多走几步就是。这些是军需里拨出来的物资，暂时只给你们这些。以后你们想要什么，可以用药材或者用山货来换。这一趟交换还是挺值的，跟下面的人搞好关系，以后物资和安全都不愁了。多谢君爷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了，晚了上山的路不好走。拿到盐油等物资，我和小满爷没再停留，收获满满的返回了。小满等在半山上，他看见我们一出村，就赶紧过来接。爷，婶子，里面那些人没为难你们吗？现在还好说话，以后就难说了。昨天那些流民吃亏，以后肯定还会上来。小满，你以后腿脚轻快点儿，在上山的路口多下几个套子。好，爷你放心，我明天就做。3个人紧赶慢赶，终于在天黑前回到了老云崖。等物资都卸下来搬进屋后，我把10斤盐平分了，还想再分油时，被小满爷拒绝了。那些草药虽然小满也在采，但还是多亏你教，他才认识。这盐我们要了，由你留着。那糖你们收下，吃了对孩子老人都好。哎，好。这场风波终于过去，压在2家人心中的石头也被掀开。
新的日子即将来临了。那天下山交换物资时，听到一兵在闲聊抱怨很多伤员嫌热，跑到一棚外露天夜宿，导致受凉腹泻，给许医官气得不行。于是我想着这几天就去找一些对症的草药，刚好现在是香茹草的开花期。香茹又叫水晶芥，发汗解表，但药性猛烈，煮一碗喝就药到病除。很快我就割好了一大筐，给佩奇也背了点，然后就晃晃悠悠回家了。5天后，我把晒好的草药送下山，这一次是二瑞送我到村外的。看到新鲜的香茹草，许医官很是开心。江大嫂，你这些药来的正是时候，帮我大忙了。许医官，你还缺啥药？我看山上能不能找到。你也知道，这边山上的药也不多。我这缺的药就多了，不如我给你写个单子，下次你照上面的找好送来。单子，许医官，我不识字，你能不能把每种药对应写上名字？这样我识的药就能记住字，以后再写单子就方便了。行，我这就来写。嗨，原来都是繁体字，我都认识。这字你能认就认，不能认就照着袋子里面的药材找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好，许医官只管放心，我让家里人都去找，总能找到的。这一次的药材依然换了粮食和盐油，另外我还讨要了一些生石灰和烈酒。回到家后，我立马就宣布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识字，除了小满爷和小满奶，其他人都要学。这可把大家稀罕坏了，于是入夜后就聚在一起，你一嘴我一舌地讨论起来。晚上召集了2家人，我开始细说学字的计划。这是许医官给我们订的药，他写了药名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学会这些字，以后才能看懂单子。江婶子，我们只需要一棚说什么药就行，不需要认字吧？3、4种药你还记得？30、40种呢？还有交换的东西，若是提前支借，需要打欠条呢。10天半月才结一次账，又怎么算？你的脑袋记得住这么多东西吗？婶子说的对，以前我去镇上卖炭，斤两合不上，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，拿着账单给我看也不认识。要是自己认字，就不会吃这些亏。小满、阿瑞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学。就这样，白天各忙各的活，晚上就在小满家院子里燃起篝火。我把草药找回来，让大家每天认一种药和名字，10几个药名很快就学完了。此时山里的秋意也开始显露出来，趁着秋雨还没下，我去把最后一批棉花收了，棉杆带回去烧柴，剩下的几大堆枯草晒干后，我就一把火烧了。哎，胡老哥，你看那边。哼，我们在外面逃荒不敢回，人家倒好，有吃有住的。胡老大，他们家这几次下山换了不少东西，要是我们有这些粮，就可以换个村子好好过了。你想啥呢？他们家可是有个心狠手辣的小崽子。我们那晚只是没有防备，我就不信2个大男人还对付不了一个小孩子。行，哪天等他们下山，就找机会动手。嘿嘿，今天又是炖萝卜笋子汤。二瑞，明天抽空砍些树枝编一个鸡笼吧。今天我数过，小鸡又丢了1只，这半个月就丢2只鸡了。平时鸡爱去的林子找过没？是不是有蛇来了？没有蛇，就只听到过鸡群好像是被什么吓到。我去看过，没啥不对劲的。明天二瑞编围栏，把鸡都圈起来养，别再让满山跑了。好，我明天就去。娘，你说那些鸡会不会是被药鹰叼走了？这段时间我看见过好几次药子在山上飞。还真有可能。算了，明天我不去采火鸡果了，还是先编围栏吧。第2天一早，二瑞就去砍了树枝回来，用刀修成长条。我再把长条绕着小鸡爱戴的区域围起来。小满爷和春凤他们听说了，也赶过来帮忙。几个人忙忙碌碌，沿着树林里高低不平的斜坡挖沟打桩，到天黑，终于弄出一个结实围栏来。没想到修好的第2天，药鹰就来了。二瑞，小心，药子已经来了。眨眼的功夫，药鹰就抓到了1只小鸡。二瑞跑过来驱赶，但这药鹰死死地抓着小鸡不放，还想伺机逃跑。就在这时，这也太残暴了。佩奇，
你居然能咬到药子！佩奇，你居然能咬到药子！哎，佩奇！啊，五花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推我干嘛？蟾蜍，这是想吃烤肉了。五花，你可真是会吃。二瑞娘，刚才是药子下来了吗？是，差点又抓了只小鸡走，还好关键时刻被佩奇咬死了。哎呦，五花真是成精了，没白养他。药鹰这事解决之后，我又出门去采火棘果了。火棘果可以生吃，晒干磨粉也能充饥。现在家里人多，动物也多，必须得多囤点粮食。除去火棘果，还有野菊花，现在也是一片片的金黄，摘回去晒干泡茶，有清肝明目之效。回程途中，我还在水沟边发现了一大片小蓟，这草的叶子捣烂可直接外敷伤口，有增强止血的作用，是一棚重点用药。我割了一大捆带回家了。此时，小满又到了村边崖上。这几天他一有空就来看下面村里的军师练武，还会跟着模仿一些招式动作，但有时候他们动作太快，小满怎么也跟不上趟，急得他抓耳挠腮的。唉，要是能跟着学就好了。明天江婶子下山，我一定要跟二瑞哥换一换。二瑞哥，明天婶子下山，你跟我换一下吧。小满，你下山得先跟你爷爷和大哥说过。好，我一会儿就说。婶子，要是我爷同意，你可要答应下来。好，只要你听话。好，我肯定听话。小满回去征得家人的同意后，第二天一早就背着物资跟我下山了。这一次除去药材，我还把几个月前捡到的那条蛇皮带过来了。蛇蜕的药用价值极高，更何况是这么一条蛇皮，连许医官见了都两眼放光。这可是件难得的宝贝啊！许医官，你是识货的，这蛇皮是稀罕之物，我现在拿出来也是有急需的物品想跟你换。这蛇皮确实难得一遇，但若是这村妇狮子大开口，我可就要昧着良心杀价。你要换啥？想跟许医官换一副凳子和铜锅。凳子？是要凳子吗？是的，若是方便，就再要一套推槽和铡刀。江嫂子，你要这些东西是准备干啥？我懂一点制药的皮毛，就想试着自己做一些常用药。江嫂子是要做膏药还是丹药呢？我只会扯些草药，哪里懂什么炼丹术。这许医官还以为我有什么祖传秘方想要打探一番，但常言道财不露白，我是不可能把自己的计划全盘托出的。失望之余，许医官还是应下了这笔交易，把医棚多余的制药工具给我了。但紧接着他又说起最近伤员多有咳嗽，于是我又开始帮他熬制枇杷叶膏。制枇杷叶膏说来也简单，等前面的药熬过2小时后，取出药渣，再在药汁里放入枇杷叶，熬2小时就好了。在此期间，我不放心小满，一有闲就出去看看他，却没想到，哎，那小子，你那杯楼里是啥？拿过来给哥哥们看一下。哎，来了！哎，那小子，你那杯楼里是啥？拿过来给哥哥们看一下。哎，来了！冰大哥，我这有活兔子。兔子，给我瞧瞧！让我先看。哎，别挤，别挤，快打开！哎，在这一棚待半月，嘴巴都带出鸟味儿了，不如哥几个凑凑，把这些东西买下来吃一顿去。向头，这是送一棚的，有张军头公账，你又何必自己掏钱？呸！就这点肉，塞牙缝都不够。我们每天粗茶淡饭，那些钱肯定被姓张的吞了。是啊，我们兄弟几个可是用命填下豫州府的。几个伤兵当着小满的面，开始肆无忌惮地谈论起自己如何杀敌立功的事，听得小满一脸崇拜，眼睛都不眨。但说过几句，还是想着这些肉。小兄弟，你这些兔子野鸡怎么卖？我们全包了。各位大哥，负伤辛苦让小弟佩服，这些东西就便宜卖给你们补身子了。别便宜卖了，这样吧，你家肯定是要换粮，我这就让人去灶上给你拿。好，谢谢冰大哥。很快就有伙夫过来将兔子处理成肉块，加上野鸡给那几人开小灶，同时还换了一些粮食和盐油给小满。一群人围在一起烤肉，顺便跟小满聊天。小满把自家逃难躲山火的遭遇全说了，几个伤兵听得很是同情。你家这情况，不乱跑是对的，路上可不好走。是啊，那些烧山的人应该是逃兵，战事溃败之后就混进流民里，破了好几个镇子。那些镇子里的人怎么了？还能怎样？
烧杀抢掠一样不少。不过你们放心，现在沿途设立一棚，就是官办的驿站了。原来一棚就是驿站，看来这些兵大哥有不少内部消息，那我跟偶像们搞好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小满，小满，几位大哥，这是我江婶子，我们能在山上住，还有给一棚送药，都是靠她。江婶子，来了！哈哈，大兄弟、大侄子，你们好啊！小满，我们今天要晚些回，你别乱跑惹事。婶子放心，我就在这待着，哪都不去。嘱咐完小满，我又回到一棚里继续熬药去了。此时已经下午，说好要来接我们的二瑞也从家里出发了。许家村的流民怎么走到半山来了？哎，大兄弟，你这是到哪儿去？回去吧，把家看着就是。回去看家。回去，不用下山。一棚里经过6小时的熬制，枇杷膏终于做好了。我看天色渐晚，赶紧收拾好东西就去找小满。这孩子是个当兵的料。是啊，这一天蹦来蹦去的，也没见喊累。小满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好，我来了。这回换的物资有点多，被流民盯上就危险了。小满，你们这些东西重不重？好不好走啊？重倒是不重，就是能否麻烦几位送我们一程，只要出村就是。行，走吧。胡老大，有人跟着怎么办？那几个伤兵跟不了多久，等他们回来，我们就上山。人找来了吗？找了2个有身手的，下午就藏在林子里，只等我们过去了。行。向大哥、吴大哥，过几天我再给你们送秃子来。好，你快走吧，我们还得在这活动活动。告别了送我们出村的士兵，我和小满赶紧向山上走去。山下怎么还不来消息？这2人都快走没影了。江婶子，这条路不走，我们改个道。小满，这路怎么走？婶子，这片坡上有坑，你跟着我走。好，你只管带路，别回头。听完小满说的话，我就放心了。这段时间，小满每天的任务就是巡山和布置陷阱，只要跟着他走，就能把后面跟着的人引到陷阱里。哦，信号来了！快去追小崽子他们！快，这边，郑老狗，这里有脚印儿。小崽子还想躲起来走，可惜今天碰上我们这群老祖宗了。走，小心这草扎死人！怕啥？腿迈大步些，一下就。我说你怎么了？吃饭吃撑了，走个路都要摔跤。好像是踩着兔子洞，把脚扭了。哎，你真是……此处一耽搁，山下的那2个流民也追上山来了。看到斜坡上的这些洞，2人顿时什么都明白了。呸！这就是人故意挖的。哼，今天这仇是非报不可了。走。走了一段路，我跟小满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。其实我已经察觉到了后面有人在跟着，想想还是要跟小满说下对策。小满，一会儿你站在上风处，先别过来。好，以防万一，我还藏了包刺激性的药粉。走吧。站住！没想到流民这么快就追了上来，我跟小满假装往前跑，把他们往陷阱处引。站住！你们敢再跑，老子打断你们的腿！滚石头了！快躲啊！眼看着陷阱成功了，我和小满就冲过去准备反击。小满异常兴奋勇猛，拿着一根木棒就冲上前跟流民打起来，却没想到这些流民还藏有刀。看着小满有点落于下风，我赶紧掏出准备好的药粉。小满闪开！啊！我去，饶不了你！你还嘴硬呢！小崽子，我看是你嘴硬，都这样了还敢嚣张！看见这2人，我和小满顿时紧张起来。药包已经用了，这里的陷阱也用了，旁边流民还没有处置。若是络腮胡2人来的迟一步，还有个缓冲时间能赶到小满设置的下一个陷阱。我不再隐藏武器，
取出绑在裤腿下的2根特制破伤风刀片。没办法了，现在只能赶鸭子上架，杀不了人，也要让对方生不如死。婶子，他们果然跟在后面。小崽子，你这给人 K 嫖是上瘾了，老子的账还没有算，你又伤人，老子要替天行道。你们自己跟踪人就是坏心，还敢说自己是替天行道，想打就打，别装模作样，让小爷爷瞧不起。好，小崽子，爷爷们就成全你。上次是你们偷跑到我们家附近来，心思不正，现在还想泼脏水，我也跟你拼了！跟泼妇磨砂牙，打死直接丢下山。我捏紧了刀，等待着报复。小马也气息沉重，突然一阵纷乱的脚步传来，其中还夹着清脆的刀气撞击声。他们在那里，在这荒山野岭的，怎么来了部队？我看到张军头从人群中走出，顿时明白了，这是拿自己和小满当饵料呢。从在一棚熬膏开始就没见张军头，现在穿戴最整齐的就是他。络腮胡2人见到军士，脸色苍白，手抖得连匕首都拿不住。去，把这些人都抓住！你们不能欺压百姓，放下刀啊！我跟你们拼了！军士一把将络腮胡劈翻，旁边的蓬头男一下就急了，想冲上来绑架我当人质，但他忘了我和他之间还有一个小满。小爷爷，今天就要把你脑子打开！我和军士们看得瞠目结舌，旁边的郑老狗还缩在地上装死。嘿嘿，江嫂子，别怪我没提前通个信。一棚里杂工来来去去的太多，总有管不住嘴的，不得不防。前几次就想把这些人找出来，可谁也不承认。现在只好借嫂子做由头，把这些蛆虫抓出来，以后徐家村也能清静一些。江嫂子不会怨恨我这个大老粗吧？张军头是这里的头，当然可以自行安排。好了，赶快处理好，山上还有人头。张军头，山上怎么了？什么人头？啊？山上怎么了？刘敏里还藏了匪徒，我们是要剿匪。这里4个就是匪徒，山上那些不清楚底细的流民还有。放心吧，山上已经派人上去，会照顾好你的家人的。偷东西和绊倒劫人可不是同罪。张军头是故意给机会，把刘明心中的魔鬼放出去。刘匪额头可没有刻字，砍下来是不是匪就是别人的一句话。徐二蕊别被误伤了，家里还有2个女人和孩子老人。好了，动手！二瑞，怎么不去接人？春凤嫂子，我是被人拦回来的，我遇到了2个假扮流民的士兵。啊，我们去告诉爷。你们几个年轻人走，马上走，躲起来。这次把大柱也带上。爷，要是有危险，我们就一起走。让你们走就走，除去五花，什么都别带。二瑞，叔爷求你，大柱一家子就托付给你，无论看见什么，听到什么，都不许回来，听到没有？徐二瑞背上徐大柱，让巧林带上孩子，春凤背上妮妮，连小野猪也跟着走了。老头子，会是什么事？刘敏上来了，还有当兵的，我什么都不怕，就怕遇上杀良冒功。只要孩子们走了，我们2个老东西的白发脑袋别人看不上。我是个老实人，你们要是被打了，可不能怪我的告密。带他们往上走。嘿嘿，军爷，要是上面的人出事儿，跟我可没关系。你做你的，张军头他们马上就要到了，会奖励你。真的，可不能骗我这个老实人。嘿嘿。刘明看见斜坡地，就像看见一块香喷喷的肉饼，吸引着他们的目光。人家都破坟皮准备种麦子了，活得像是狗撒尿，等着地成我的，我就要泼厚一些，过年还能吃嫩嫩的豌豆尖。咦呀，鸡呀羊呀，都是大肥肉啊！他们已经听到大公鸡的打鸣声。李老师看向自己那晚穿过的树林，他知道那里有陷阱。谁来救我？哼，老子受过的罪，你们一样要受。外面突然响起流民惨叫，还有鸡群今飞四散。老头子，是我们的大红！人都活不成了，想他干啥？小马奶终究还是舍不得，提着木棒去了林子。只见到3、4个人在围栏里面抓鸡，鸡毛满天飞。鸡是我的！你们这些狗东西，这是我家的鸡，赶快放手！死老婆子，鸡算啥？你的房子都是我的，再不滚，老子踢死你！此时7、8个流民进了崖下的院子，一脚踹开门，疯狂地翻找东西。里面有干菜粮食，有人抱了棉被，连挂着的高粱红薯也不放过，到处一片狼藉。老人家，别喊！ 2个假装流民的军士抽出大刀，其他人发出惊呼。
他们如同猛虎进羊群，挥刀横劈竖劈，顿时惨叫不断。流民一哄而散，拿着抢的东西各自逃难。是官兵，官兵杀过来了！崖上徐二瑞拿着一把柴刀偷偷回来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他无法心安理得，放着其他家人不管。我是个老实人，只砸你一块石头。我没抢东西，我是老实人，别杀我！张军头带着人从下往上围，无论是谁，也不听任何辩解求饶，见人就是一刀。爷、奶、哥、嫂子、你们还在不在？这场闹剧没有持续多久，张军头吩咐手下将倒下的流民带走。老人家，这是流匪作乱，现在我们已经全部剿灭，剩下的流民要强行遣返回乡，你们可以安稳过日子了。多谢军爷救命，以后真能过上太平日子吗？老人家放心吧，在我的地盘上还没有人能猖狂。天已经全黑了，山上恢复平静，所有人都是劫后余生的感觉。爷奶、大哥，我今天把那坏人狠狠捶了一顿。你安静点，要是不累就去帮忙收拾东西。小叔，你喝水。不想喝，我不想看见水，血水。小满一下安静下来，任谁都能看出小满的状态不对劲。好在这半年小满奶的身体调补得很健康，今天被人踢了一脚，也就额头破了点皮，其他人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倒是徐二瑞，二瑞，今天干得不错。娘，我没能下山来接你，要是叔爷他们也被害了，你会不会怪我？二瑞，你能想到叔爷他们是你的善良，但从私心上说，娘肯定希望你好好的，不要跟那些流民为了几只鸡，为了一袋粮拼命。你叔爷他们也会这样想，他们愿意自己死，也不愿看到你们几个年轻人受伤。娘，我当时连家里的粮食都没有管，你骂我吧。放弃财产不跑来接我，守住孩子妇人才是对的。本该夸赞的人现在哭哭啼啼，看得我气不打一处来。你真是傻子，只要人在山在，那些东西再找就是。你哭给谁看？还不闭嘴洗脸去，丢人！人都是好好的，就是小满家的东西被糟蹋了，好在还能从山坡找回来一些，两家凑合也还能过。比自然界灾害还可怕的是人类的自相残杀，最惨的还是鸡群，母鸡死了一半，大公鸡被扯了毛，但好在捡回一条命，就是不知小鸡能找回多少，惹得巧云偷偷哭了一场。晚上的烧鸡块她也一口没吃，没办法，穷人是没有资格谈感情的。第3天，秋雨来了，无暇再悲伤了，得抢在雨水之前播种。前面的人铲出浅沟，后面的人就沿着放上麦种。这次冬麦的面积大，来年够2家人吃。晚上等雨停了，几人踩着湿泥下地，在边角处种萝卜小菜。小葱的种子太小，要伴着草木灰再撒进土里。这2天，2家人都没有再提发生的事，大家都很沉闷。小满不再往山下跑，每天天未亮就去练拳，白天再干活。徐二瑞也说等农活干完，跟着学学。他不想下次再遇上流民时，不知如何对付。转眼又过去3天，向德金几人上山来了，又是让李老师带的路。都是好孩子，怎么就这样子？痛不痛啊？家里人知道该多难受啊！奶奶，我这伤能好的，不难受。哎，以后你们若不嫌弃，就多来家坐坐。你们都有伤，吃点肉补补，好得快些。老爷子，我们这样吃了，你们还有剩下的吗？在这山上，虽然粮少，只要勤快点，总能找到东西填肚子。小满对这几个伤兵能来看自己很感激，非要认成干哥哥。向德清也感觉投缘的紧，自然是答应。徐大柱听到小满认干哥哥，心中一直的焦虑也放下了。小满以后能多几个兄长照顾，总比自己这个不中用的大哥拖累强。大柱兄弟，我比你还大几岁，就勉强当个大哥。以后有我的一口饭，就有你们的。只要我在这个家一天，绝不让人欺负你。向大哥，以后辛苦你照顾小满了。经过上次流匪一事，小野猪对外人的到来格外敏感，转来转去的想下口咬人，急得徐二瑞吃饭眼睛都不敢转，不停用脚把他踹开，用一根红薯领走，这才安静下来。我们在一棚里每天虽然说起有药喝，其实谁也没喝过。
头摸着就倒了。那苦唧唧的药汤实在喝不下，要是能像江婶子这样调补就好了。不如你们就在山上养伤吧，草药我这里就有，以后我们吃啥你们就吃啥，粗粮户户还是能喝饱的。好，这主意好。这山上没什么闲人，你们可以打打雀，走动走动。向大哥，你们就留下吧，一棚里住着，吃不好睡不好，还不如就住在山上。好，老爷子，我们这就回去跟一鹏说一声，明天再来。那天的刘匪是怎么处置的？听说后边还要建驿站是吗？那些刘匪的头颅送去县衙，家眷也一并解押过去，自有县尊处理。说建驿站，这也是肯定的。若真把驿站安排在许家村，对自己等人来说就是好事。有驿站在，就有来去的客商官员歇脚，哪怕开一个凉茶摊子，也能混几文零用钱。这女人原来在山上，不是跟胡老大走的，那胡老大又去哪里了？怎么这女人在这里还是一个摊子的媳妇儿？李老师以为偷窥春风没有人发现，却不知这一切都看在了巧云眼里。娘，带路的那个李老师刚才一直贼眉鼠眼的偷窥春凤嫂子，那眼神不对劲。这人处处溜滑，最会变风使舵，说什么都不能信。万一他把当初打死胡老大的事捅到张军头那儿，就麻烦了。我找了个机会告诉春凤，让他跟大柱趁早商量个对策。很快，徐大柱的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。大柱，你是有啥麻烦事儿？年初时，我媳妇因为病乱跟我们走散，还好被小满找到了，但走时跟人发生了冲突，那人死了。哦，就这点事。带你们来的那个李老师认出他来了，恐怕会告诉张省长，会追查责任。没事，那些流民没有人管，张军头正忙着剿匪呢，这事交给我去办。山上的日子恢复正常，又有些变化，每个人都在尽力放松心情，把自己从流民的阴影里脱离出来。但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娘，你误食了马桑果，怕是不行了。走，赶紧回去。马桑子这东西，外皮红艳诱人，味道香甜，可全株都有毒，吃上个几十克就能要了小命。必须要抢时间催吐，不能乱来。快住手！二瑞，去炭窑找块烧过的土砖来。砖头取来后，用柴火烧红了，丢进粪坑，吸足粪水，捞起来冲洗一下，再放进锅里熬水。唉，幸好吃的不多，之后躺几天就好了。这事之后，我摘了很多马桑果，晒干，磨成细粉，拌上米糠撒水里能醉鱼。对付野猪也是利器。人性复杂，我得多备些手段。娘，莫旱莲熬好了，快叫大家伙来洗头吧。旱莲草又叫乌发草，随处可见。折断枝条，鲜草捣汁，熬成汤水洗头，能让头发乌黑亮丽，预防脱发。趁着这难得的秋日阳光，众人一边洗头，一边絮叨着家常。原本以为日子能这么消停下去，没成想那个老实人又回来了。一大早，向德金就带着3个伤兵，打算住到山上来。同来的还有李老师和10几个流民杂工。老爷子、婶子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，麻烦多多关照。然后挑了块被火烧过的向阳坡地，10几个杂工齐动手，半天功夫，2间盖着油布的窝棚就立起来了。他们把粮食交到小满家，大家伙一起吃。至于那个李老师，上次回去后差点被张军头当成流匪凑数，是向德金帮他说了几句话，他就一直跟着伺候。有了这些人在，最开心的还是小满和徐二瑞。对于2个没有接触过社会的农家少年来说，这就是一个难得的大课堂，比之前的识字课有趣多了。不过山上也有不痛快的，佩奇是个倔脾气，打不过那群兵就使出了阴招。他把自己的厕所搬到了窝棚边上，每天大摇大摆的去那儿排泄，熏得人家门都开不了。二瑞每天像拉船似的揪着猪耳朵把他往回转，人猪较劲，闹得山上鸡犬不宁，倒也添了几分活气。秋意渐浓，我和小满爷站在梯田边，看着沉甸甸的稻穗，终于放心了。可算是熬过来了，已经满江，再晒几个太阳，今年应该不会减产的。
我跟巧云秘密种的杂交水稻也快要丰收了，这事儿可不敢告诉小满爷他们，万一把我当成鬼上身，一把火烧了就完了，只能从长计议。在刘匪上山前，我跟巧云早晚都在田里给稻子去雄借种。稻子是雌雄同体，自花授粉，外露的蕊须都是雄花，下面的是雌花。在日出之前，我们要将雄花去掉，剩下的雌花作为母本，与其他副本杂交，从而产生杂交稻种。巧云不明所以，缠着我问个没完。娘，做这有啥用？为啥这么做？娘，这就是杀了自家男人，然后出去借种生孩子。满山的稻谷总算黄透了，可偏偏赶上连绵的秋雨。趁着雨停，我赶紧吆喝大家下田割稻，向德金也带着几个伤兵过来帮忙。我把做好记号的杂交稻种小心割下，扎成捆挂到房檐下。粮食是收回来了，可晾晒成了大难题。娘，到处都水淋淋的，不好晒谷子。放在炕上烘，这几天我们都打地铺。这可把佩奇高兴坏了。这家伙小时候经常赖在屋里睡，后面长大了磨牙打呼，最不能忍的是打臭屁，好几次把我从梦里熏醒。五花肉，你太臭了，出去睡！我就把他撵到药草棚下的猪窝睡。烘稻子为了通风排湿，房门没有关实，他就半夜偷偷摸摸推开门进去，挨在地铺旁边睡，天不亮再溜出去。婶子，你一直用这土床吗？能在炕上烘稻谷，让向德金他们几个眼珠子都掉下来了，缠着我问了又问。江大嫂子，你教教我怎么打炕，以后挣钱了分你一半，咱不告诉别人，咋样？你还是想想怎么开荒种地，实在点。这李老师懒得出奇，还总想捞偏门。之前偷偷往我放药材的木格里钻，被佩奇一边顶一边咬得赶走了。向德金见李老师碰了壁，有些尴尬，但他心系一鹏的伤兵，还是硬着头皮问我修炕的法子。一鹏冬天又冷又潮，又不能烧炭烤火，有了炕，伤兵就暖和了。那你们给张军头说说，他要是想给一鹏打炕，就让小满和二瑞去教。得到首肯，他马上就让李老师去山下送了口信。这土炕一出，怕是再难彻底清净了。第二天，张军头亲自上山来了。张省长，这就是炕，只需要下面烧些柴禾，上面就能一直保持温度。果然好事成双，这次请教刘匪立了大功，升官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如今再有这土床，嘿嘿，上面买被褥的钱就能省下来了。好，不错，就让你家人帮忙打炕吧。张军头心情愉悦，给的也大方。我和他谈好，每天给小满和二瑞80文工钱。在巴郡，这是顶尖匠人的身家。小满爷高兴得合不拢嘴，非要让小满少拿点，把大头给二瑞。长庚伯，钱的事就这样算，只是丑话说在前头。小满第一次出门做事，你跟大柱要多叮嘱他，别跟人起气，更别见人就透家底。二瑞娘说的对，小满这个孩子是有些莽撞，得摸摸性子才好。小满爷回家跟小满说了去打炕的事，果然小满一脸兴奋。爷奶，我可以挣大钱了，以后给大哥买细粮，给妮妮买糖，奶也不用天天纺线，腰都做弯。小满，你先跪下。之前你在村里看见你嫂子，为什么要瞒着家里人，自己带着二瑞去找，还直接带回山上？若是换了旁人，求你一求，哭你一哭，你是不是也要带回来给全家招祸？爷，我知道错了。小满，你要记住，我们能躲在这山上不容易。小满爷细细碎碎地教导着，想把他的人生经验全都教给小满。第二天，小满和二瑞就下山打炕了，因为来回要走几个时辰，有时候干脆就住在了一棚里。他们走后，大家也忙得团团转。我和春凤背上筐，每天去山里摘青岗子。没多久，阁楼旁就堆起了一座青岗子山。在这期间，小满和二瑞回来了一趟。巧云，快看看，给你的。二瑞，你哪来的这东西？娘，这不是我偷的，是别人送的。二瑞一边吃面，一边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。一棚打炕需要找黄泥和石头，我就带着几个杂工去村外挖，走得有些远，正好撞见一辆带护卫的马车停在官道上，车上下来个老人家，不同呕吐的腰都直不起来，急着赶路又不肯进村瞧病。你们可以采草药救急，泥鳅串就能治腹痛呕吐，还不用煎熬，边吃边赶路，不耽搁你的事儿。小伙子，这是马兰。你说的马兰是他，泥鳅串也是他。没想到马兰根可以做药，小伙子受教了，兰芝给他打赏。娘，巧云，这银耳钉就是那个婢女姐姐给的。既然是人家谢你的药钱，你就收着。打发走了喜滋滋收礼的巧云，二瑞又掏出一张写满字的纸和一堆小药袋。娘，这是许医官写的药名，这是药样，许医官说都要。现在受粮的人多，耗药也多。哎呀，
这字怎么认？我装作不认字的样子，让二瑞去教巧云。我想让他们小两口学会认字、识药，这是乱世的保命符。第二天一早，小满和二瑞就去一棚打炕了。他们只需要教技术，活都是杂工在干，最多7、8天就结束了。他们走后，我的内心隐隐有些不安。长庚伯，二瑞跟我说各处都在遣返流民，要求他们回乡耕种。小满也跟我说了，二瑞娘，我们还是在山上住着，别急着下山。官府要撵人，外面肯定又要动乱一阵。老爷子、婶子，我正要跟你们说这事儿。今天有几个流民攀上了山头，正好碰到我们在崖上打鸟。爷，赏口饭吃吧，家里老人孩子快饿死了，我们只要几斤粮食活命。滚！别逼老子动手！上次闯山的流匪也是说他们来借粮。流民的手段你们是知道的，可弱可强，是偷是抢就看你当时的情况。不过也不用太担心，只要熬过这个冬就安定了。回家之后，我坐在檐下发了很久的呆。我想到了跟着村长逃进禹州府的村民，他们恐怕要回来了。还有聂梵天，我已经很久没做听书梦了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。我想到了原主，她原来也是像巧云一样水灵的姑娘，满怀期待的嫁人，但是被生活的泥潭磨砺成了个暴力的壳子。我想到了冬天，在漫长的阴雨和厚厚的霜冻下，没吃没穿的流民会因为饥寒交迫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匪。我想到了满山的青冈子，眼下只需要我一句话就能救活无数人。我想了很久很久，还是决定下崖去找小满爷和大柱。长庚伯，大柱，我想是该把青冈粉的吃法交给那些流民了。人总有疏忽大意的时候，像德金他们也会在伤好后离开。只有那些流民真正安定下来，不再偷抢，我们才有宁日，才能让孩子们健康长大。那些人，他们也都是庄稼汉了，是孩子的父亲，是发妻的夫君，是老母老父膝下的儿子。对刘匪最恨的应该是大柱了。大柱哥，我只想跟你和妮妮一辈子好好过。婶子这法子可以让那些流民安稳下来，我们这里也无人再来生事。这法子本来就是婶子的，婶子觉得这样好，我们都听你安排。这些人到底还是善良？我这一问，只是想看看他们的底线。毕竟，有的人能共患难，无法共富贵。看来以后我可以拿出更多的东西了。好，明天我就下山去。第二天，我背着新磨的青冈粉和粉条，让向德金陪我下山。一进村，我就先找一棚的许医官，用棉花和棉布结上次的药费。许医官，听说已经在遣散流民，怎么村里村外流民反而见长了？新来的县尊张正下令强行驱逐返乡，城中流民四散，就到这里来了，全指望一棚分点西周。你一会儿去见张军头，可要小心他火大。这难道官府没有赈灾粮？你傻呀，要的就是流民回去种地，怎么还有赈灾粮？最多就是回乡后在官府那里借些粮种。哎，这可是要流民饿肚子赶路了。从许东这里得到消息，我转身就去找张军头。要什么粮？再这样吃，我一棚的伤兵就得喝西北风去。谁再闹，那就当流匪大杀。你不能进去。张神长，我可是观音菩萨派过来救你的。你说什么胡扯？菩萨派你来救我？我能帮你养活成千上万的流民。我把那袋青冈粉往张军头面前一推，他半信半疑的让胖伙夫煮了碗糊糊，烙了张饼，发现不仅不苦不涩，还格外顶饱食。他那点功利心彻底烧起来了。江嫂子，人呢？人呢？江大婶，你说的那法子真的可以吃？刘三哥，你瞧，我这身板就是婶子用青果粉养的，还能有假？要是真的可以管饱，满山遍野的青果，再不会有饥民。军爷，你吃过青果粉？吃过，用流水泡上10天，磨粉吃起来不苦不涩。天爷，就是住口！江大嫂，你说这法子还没有验证过，不要说得太早。张省长替民众考虑的仔细，想要亲自验证，大家感谢张市长吧。感谢张市长！别急着感谢，先验过，验过再说。我的丰功伟绩呀，就这样没了。果然被江婶子说中了。我想用最快速度把青冈粉的吃法交给流民，让所有人都能吃饱肚子，就怕有人因为私心阻拦。最好的办法是张军头出面，但就怕他抢功把我埋了，不能白白付出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这法子是我江芝给的。